呸！他爷爷的，这都什么世道啊？
其他兄弟跟着大王在主厅吃香喝辣，偏就咱俩苦命守着这山洞，连个鸡屁股都啃不到。哎呦，别抱怨了，等下换班回去，说不准还能捞着点冷菜剩饭，没鸡就没鸡呗。想想那些一起吞了仙丹，抗不过药力变得疯疯癫癫的兄弟，我可是知足了。哎，说的也是，大王还真是神通广大，不晓得从哪里弄来些仙丹，简直令人脱胎换骨，力大无穷啊！可惜啊，下回要得空下山，城里那些娇滴滴的小妞，见着咱这模样，怕是不会再让咱摸小手了。呸！你就这点出息啊？往后咱们金银财宝还能少了？有钱啥都有，不怕那些小妞不听话。嘿嘿，好好好，小妞我最喜欢。哎，我听说啊，大王得了件不得了的宝贝，先把活人丢到锅子里煮，这煮着煮着，再用那宝贝施个什么法，这仙丹啊就成了。眼下还只做出一种丹药，咱们兄弟啊再多琢磨琢磨，嘿嘿，没准哪天就炼出个长生不老药来。哎，对，长生不老药我喜欢。所以说嘛，山洞里关着那些人和畜生，可都是要拿来炼药的，咱们费功夫看着也不算冤啊。冤是不冤，就是肚子饿得慌。哎，换班还早着呢。这时候要是有只肥鸡，可就美呆了。嗷嗷嗷！哎，快看，一只肥鸡在飞，还是只黑白相间的，难道是芦花鸡？哎，哪里啊？飞机在哪里啊？你什么人？我去洞内寻人。阿祥，你在此守好。若是有人接近，便鸣叫示警。不好，那些妖怪好像又来了。这次是要抓谁去炼药？我还不想死，我不想死，我可以给你们很多钱，苏家有的是钱，求求你们放过我吧，放过我！
你是？别怕，来的好像不是妖怪。你们可都是家住秦川之人？正是。请问你是？我受人所托，前来救你们出去。救我们？真的吗？太好了，终于有人来救我们了。我们都是被那些妖怪抓来的，我算是最早被关进来的，在这里已经待了10来天了，比我更早的人都已经来救人的。你便是苏文吧？苏家给我看过你的画像。是爹和娘让你来的。那快放我出去！这个鬼地方我一刻都不想待了。那些山贼不是人，根本是一群杀人不眨眼的怪物。听说他们把活人丢到大锅里去煮，用来炼让人吃了力气变大、变妖怪的丹药。苏兄稍安勿躁。既然这位少侠是来救人的，自然有所安排。我们且听听接下来要如何行事。敢问少侠带来了多少人手？可够将我们一次带下山去？唉，这山上景象，已如人间炼狱一般，实乃生平未见。诸位不惜以身涉险，如此高义，令人钦佩。没有人与我同来。这，莫非少侠只是先行上山探路？带我回去牢门，你们和我一同离开。寨中不过几只道行浅薄的小妖，不足挂齿。哇，你居然是一个人上山，功夫一定很厉害吧？都说江湖侠客仗义助人，今日一见，果然名不虚传。看样子以后我要多离家走动走动。所谓读万卷书，不如行万里路。不过是拿人钱财，与人消灾罢了。哎，少侠就不必谦虚了。我听说，江湖侠客都是救人于水火，不喜自夸，好好深恩，不求回报，杀身成仁，舍生取义，为国为民，肝脑涂地。闭嘴！很吵。你这人好没礼貌。有子曰：“礼之用，和为贵。”这意思你懂吧？还有，子曰：“来而不往，非礼也。”我夸你那么多句，你好歹也该说句不敢当吧？居然还嫌我吵！看什么看？难道我讲的没道理啊？好了，小兰，当务之急便是早些从此地脱身，一些繁文缛节倒也不必计较。可是他……好吧，既然少公都这么说了，我就大人不计小人过。哼！你们退后。少侠且慢。那些半人半妖的山贼曾强迫我们服下软筋散，药力尚未散去，现下看来虽无异状，但若是步行走出100步开外，便会四肢绵软，倒地不起。可这解药何在？软筋散的药性并不难解，在下自有习医，随身带有各种丹丸药粉，只是那包袱却被山贼搜走。不提这事还好，一提就气不打一处来。那群山贼又狠毒又贪财，见谁的东西都要抢走。
要不是我那串通灵的佛珠也不小心被他们夺了，早就把他们打得落花流水。哎，你们看什么看？不相信啊？之前被擒时，无意中听到山贼会将近日所夺财物先堆放在山寨主厅中，日后慢慢分解。不知少侠可否先将在下的包袱取回？在场之人若是服下解药，自然方便行事。我们继续在此候着，牢门也不必毁去，以免少侠离开后有人前来巡视，反而会打草惊蛇。山寨主厅，我速去速回。就是说，还要在这个鬼地方继续待着？不行，我要出去，我一刻都等不了了。苏大哥，你别急，听少公的吧，他说的肯定有道理。道理？哼，可笑！他当然不用担心丢了小命，因为他是个大夫，懂医理。那群怪物发了疯的要炼仙丹，说不准哪天想起来还要找他帮忙呢。我们就不一样了，要杀还不是随便杀。你怎么能这样说？根本是以小人之心夺君子之腹。不必多言，都待在此处。即便现在让你们出了山洞，一样要小心藏匿，待我寻回解药。若是在此之间被山贼发现，牢房空空如也，只是徒增变数。手无缚鸡之力，连自保都做不到，便不要心存侥幸。什么？你说谁手无缚鸡之力啊？那，少侠，你可一定要回来啊！我上有老父老母，下有妻妾儿女，不想就这么死掉，死了就什么都没了。越是深入翻云寨，必然越是凶险。那山贼头领还不知有多厉害，听说是虎背熊腰，力大无穷，如今又得了丹药之力。虽然我等急于脱险，却也不愿少侠有任何闪失。莫不如您先回秦川去趟衙门，多找些帮手。不必，一人足矣。去，我看你还是别逞强了，下山搬救兵吧。要是被山贼缴了兵器丢进这牢房里，可就糗大喽。少侠留步。在下欧阳少公，旁边这位是方兰生，与在下乃是总角之交。适才忙于议论逃脱之际，尚未请教少侠尊姓大名。百里屠苏。这种事情务须在意。今日之缘，明朝逝水。百里屠苏，倒是极其特别的姓与名。哼，什么少侠，鼻孔都要长到天上去了，一副别人高攀他的样子。名字也够古怪，屠苏。他家里人一定是腊月里喝屠苏酒时给他取的名字吧？真偷懒。小兰，切不可如此说。屠苏此名甚好，虽是家家户户辞旧迎新时所饮药酒，健体之外却有辟邪之功。所谓屠绝鬼气，
苏醒人魂，是为屠苏。剑明金身，内藏玄机，这位百里少侠不简单。少公，你干嘛这么夸他？他不简单，我也很强啊！你等着看吧，拿回佛珠以后，我就要让那群混蛋山贼尝尝方家的降魔大法。三军可砍头也，匹夫不可夺刀也。水仙不开花，你当我是蒜头？老虎不发威，你还当我是……小兰，嗯？三军可夺帅也，匹夫不可夺志也。嘿嘿嘿嘿嘿。季童，你觉得如何？再撑一阵，若是顺利，我们不久便可离开这里了。你平日服的那些调理之药，也都在我的包袱中。没什么，只是这洞中湿冷了些，出去便会好了。可恶，那群山贼真是冷血！童一这么大把年纪了，还被关在这阴冷潮湿的地方，每天送来的水和食物又少得可怜。小兰别急，会好起来的。不信你看，今天不就比昨天好些？至少有人来救我们。我相信百里少侠一定能带所有人脱离险境。是，就看那位英俊潇洒、风流倜傥、玉树临风、神通广大、深不可测、贼眉鼠目、五官歪斜的少侠如何大展身手吧。你呀，孩子气。救命啊！妈呀！王母娘家太上老君，我还不想死啊！吴兄弟，快看，是那个带着飞鸟的大侠！有救了！大侠救我！大侠，他们过来了！好险呐！今日要是交代在这儿，我藏在床下那5两银子，可就便宜了家里那凶婆娘。哎呦，银子？没，我什么都没说。吴兄弟，你什么都没听见啊？多谢大侠救命之恩，我断铁刀，贾大丹日后定然。哎呀！大侠，
你这是做什么呀？2次。什么2次？小的不知哪里冒犯大侠，饶命啊！事不过3。若是再让我听见你把阿祥唤作肥鸟或肥鸡，休要怪我。阿香？什么啊？就是大侠带的那只鸟吧？不敢，小人再也不敢了。小人嘴贱，求大侠饶命啊！大侠饶命！我二人蠢如猪狗，眼残昏花。大侠的鸟怎么会是肥啊？不！大侠的鸟一看便是英明神武、英姿勃发，简直是神鸟下凡，让我等凡夫俗子不敢直视，这才会看错。大侠留步啊！我二人乃秦川衙门差役，奉命上山探查山贼掳人害人之事，眼下想与大侠一同行事，也好互相有个照应。是啊，县令大人爱民如子，一定不希望我和贾大哥，还有大侠你受一点半点伤，所以说我们把地上的尸体移至树丛里。树丛移尸体，是说我们？大侠，你是怕被山贼发现打草惊蛇吧？这实在太深谋远虑、心细如发了。洞内所求皆是秦川住民，你们寻个隐蔽处守着。又是我们？不要让我说第2遍。是，立刻，马上，立即就去。总算都拖进树丛了，这帮妖怪一个个比猪还沉，我这腰和手都要残了。我也是，不过现在不是闲话的时候。走，快去追那个大侠。追？可是他不是让我们去守着山洞里的人？贾大哥，你说，我俩进洞去瞧瞧。要是能把洞里那些人都弄下山去，那可是大功一件吧？吴兄弟呀，可别说大哥比你多吃了几年米，你好好想想，我们留在这守着，万一有妖怪来了，不被发现也就罢了，要是被发现，我们该是个什么下场？这依我看呐，那个肥鸟大侠啊，不那个黑衣大侠必是和翻云寨对着干的，不然我们一路上山，怎会见着许多妖怪尸体呢？既然他是杀妖怪的，又有本事，在他身边可比这山上任何一个角落都安稳多了。
保命是头等大事，等这翻云寨都被荡平了，再慢慢救人也不迟。大哥果然英明。可是我看那个大侠好像杀性很重，不会一生气把我们也给那个了吧？哎，嘿嘿，走一步算一步，到时候再想法子就是，总不能一直待在这儿。什么事情？不会有妖怪在附近吧？妈呀！五兄弟，你不要吓我啊！我们快走，此地不宜久留。贾大哥等